Bonjour, je m'appelle Cassandre。实不相瞒，今天我们要来做一道暖糯香甜、老少咸宜的法式甜点 ——Riolet 法式米布丁。我们需要的食材有：煮饭用的圆米80克，鲜奶油50毫升，细砂糖60克，香草荚1支，中型鸡蛋的蛋黄1颗，清水250克，鲜奶500 CC。先来分蛋，今天只需要1颗蛋黄。加入鲜奶油搅匀，然后加入糖，一样搅匀。静置备用。小锅加入水，以中大火煮滚。水滚后，加入洗净的白米。再次沸腾后，继续煮4分钟。把煮过的米沥干，要煮到变白但米心还有点硬的程度。静置备用。在小锅中加入牛奶，
接着处理香草荚。加入香草籽和香草荚，以中小火加热。牛奶微滚后，加入先前沥干的米。再次微滚后，转小火。继续煮20分钟，同时不停地搅动。20分钟后，加入鲜奶油、蛋黄和糖的混合液，继续再煮1分半左右。法式米布丁可以温热吃，也可以放入冰箱冷藏冰冰的吃。
搭配焦糖或是新鲜水果也很好吃哦。法式米布丁是法国老祖母等级的怀旧点心，也是许多法国人从小吃到大的美味。那对于吃白米饭长大的我们而言，一开始很难想象这个看似朴素的米布丁是怎么样的味道呢？但出乎意料的，吃起来还蛮让人惊艳的。那小火慢炖的米粒完全吸收了牛奶的风味，米的口感软糯滑润，而且粒粒分明，奶香跟香草荚的香气非常的细致，做法和材料也都很简单，真的是一个非常值得尝试的居家点心。那关于米布丁的起源，众说纷纭，很多国家都有不同的食谱，像是西班牙的米布丁带有柠檬和肉桂的味道，那英国的米布丁则会搭配奶油、香草和葡萄干，然后在做法上，有的是用烤箱低温慢焗，那有的是用煮燕麦粥的方式。那我们今天则是采用法国蓝带学院的做法，不过在食谱和一些步骤上呢有稍作调整。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跟大家分享制作这道米布丁要留意的小地方。首先是米的部分，一般用的米呢，就是我们平常煮饭用的那种白米，但建议使用原米。原米的口感比较软糯，也比较能够吸收牛奶的滋味。那如果找不到原米，长米也是可以的，只是长米的粘性比较低，可能需要增加一点牛奶的用量。那大家可以边煮边调整。再来是烹煮的时间，那在与牛奶炖煮之前呢，我们有先用清水预煮过一轮。目的是先让白米释放一部分的淀粉，那同时可以使米粒稍微膨胀变软，那以便可以吸收更多的牛奶。有的食谱会省略预煮这个步骤，那这样子也是可以的。那煮的时间会比较久一点，牛奶的用量可能也会不太一样。那煮好后的米粒会比较弹牙，适合喜欢有口感的人。然后米加入牛奶，再次沸腾后，就要全程用小火慢煮，而且要不停的搅动哦。如果火候太大，会让液体很快速的蒸发，那么米粒呢，它就会来不及吸收足够的牛奶，那口感就会比较硬，而且会变得比较稠，冰过后也会有点发硬。至于要煮到怎么样的程度，确切的时间很难用数字来确定，因为各家瓦斯炉的火力大小不同。但在转小火后，我们大概煮了20分钟，那煮到质地看起来很稠，可是用勺子舀起来还是很松散，并且可以流淌的状态就可以了。然后在味道部分，最经典的口味是加香草荚，那香草荚的香气它是非常自然柔和的，但缺点就是比较贵，有时候还不好买。那另一个常见的做法呢，就是用陈皮或者是柠檬皮来替代。做法就是把那个陈皮碎加入牛奶中一起熬煮，那也有人会加姜片，然后在快煮好的时候再把它夹出来丢掉。如果不吃乳制品的话，也可以用椰奶或者是喜欢的植物奶来熬煮，但煮出来的浓稠度可能会有一点不一样。最后就是吃法的部分，那法式米布丁无论冷热都好吃，那它可以单吃，也可以搭配焦糖或者是新鲜水果果干一起享用。那每个家庭都有自己喜欢的吃法，这部分大家就可以发挥一点想象力了。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咯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是 Gaston， 别忘了帮我们按赞、分享并订阅我们的频道哦，也欢迎大家追踪我们的IG、Instagram， 我们下次见了，拜拜。